好，我们接着来玩美利坚工人技术岭。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已经成功打完了美国内战，虽然还有几块地没吃过来，不过影响也不大。因为粉丝的要求是想看我玩这个奥本海默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现在这条线并不是我们的终点。内战刚打完的美国还是挺难受的，毕竟一身的 debuff 基本上运营不起来。我们要玩的话，最好还是先把这个重建点一下啊，把这些 debuff 全消了。关于这个伯纳姆总统线，我是不建议继续往下点的，因为这个 KX 还是偏猴系的。如果我们把这些 debuff 吃到手的话，又变成别的人当总统，这些 debuff 还会依然存在啊。简单看了一下，就算把伯纳姆这条线全部点完啊，也就是一点点蚊子腿 buff。太浪费时间了，还不如不吃呢。整条政治线唯一有用的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给的8个军工，以及下面这个大陆研究所给的一个科研槽，其他东西基本上都没用。为了跳过这个伯纳姆，快速玩到奥本海默，我们决定点一下总统的休假请求。关于这个休假请求总统的医生也敦促我们，短暂的休假可能在医疗上是必要的。为了能换掉伯纳姆我们决定不让他休息。不出所料，在我们选择继续让伯纳姆工作之后，没过多久伯纳姆就去世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让这个洛夫斯通上台。选完这个洛夫斯通之后我们这个国旗直接变成闪电旗了。这边还有3种旗帜可以给我们选择，我们就用这个大一点的闪电吧。洛夫斯通上台之后，我们得继续走这个斯科特机关路线这边要求是我们完成洛夫斯通的国策，然后等待事件所以先不着急，我们可以先把洛夫斯通的国策点一下。洛夫斯通线给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下面这个新经济计划了，它给的工厂产出以及生产效率上限实在太多了。在我们点这个最后的革命时，出现了清洗右翼反对派就是这个斯科特，我们决定终结它。在等待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可以先把重建国家的相关国策点了。这边我想点这个解放女性和新平等法，这2个给的都是政治点比右边人力好一点。然后就是一有政治点就把这些能重建的地区重建一下，能拿到核心的这边直接拿13块地的核心还是很离谱的。显然我们并没有抓到这个斯科特让他给跑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最终我们的侦查员还是找到了这个斯科特和他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让他走，或者直接和他干。这边为了能玩到斯科特我们就选择放他走了。事实证明放走斯科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到了现在，终于斯科特和勒布的民兵已经冲进了首都现在我们这个就变成斯科特掌权了。斯科特掌权之后，我们这个政党也改名叫做技官革命临时委员会了，直接变成技术官僚的时代了。点完之后，我们这个领导人就又换了一个头像，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啥了。看样子应该是一个议会，但是为什么弄了一个类似机甲的头像在这儿呢？虽然外面的世界在打世界大战，但我们这边还是风平浪静的。我不想管那么多我们就等他们待会儿打完了，我出场直接平推。接下来我们国策就可以点这个机关支配了。不过为了玩奥本海默，我们得走左边这条线委员会的抉择我们选斯科特就行了。然后接着往下点，到这边我们国旗莫名其妙变成了这种太极旗然后领袖变成了霍华德·斯科特，他是给我们加5科研速度。这边出现了绿色机关派和激进机关派。绿色机关派加的是资源以及基建建造速度，激进加的是科研速度。相比之下，科研速度更重要一点总的来看，机关这条线的 buff 都挺离谱的，直接给我们加生产效率加科研速度，这个越叠越高关于我们后续的科研方向，主要是这个中型飞机，因为我们这局的目标是投核弹。核弹的话需要我们轰炸机和重型
战斗机来配合啊，所以小型飞机不那么考虑。当然，我们后期飞机的话可以无限叠这个航程，航程能叠得特别远的话，也是可以玩小型的。关于这个右翼机关派，我不知道乱选会不会出事啊，我们就先不让他来当内阁了。看样子这个地应该都被不列颠给吃了，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怎么打。关于这个劳伦斯丹尼斯不是很想要啊，因为它作用是给我加每周稳定度的，但是我们稳定度已经拉满了，它会替换掉我们这个加10科研速度的内政部长，有点亏的，就人力加1吧。在我们点完斯科特个人崇拜之后，总算出现了这个干事变动的事件。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换成奥本海默。正常情况下还有一个丹尼斯是可以选的，但是我们这局没有让他进部门啊，所以就选不了他了。奥本海默给的 buff 还是非常离谱的，主要也就是下面这个火箭基地和核反应堆的建造速度加成啊，能让我们建核反应堆更快一点。这边我们直接把奥本海默给选上来，选完之后我们这个领导人肖像就变成阿空了。这个肖像确实是和核科技有关的角色啊，不过我们现在核弹还没研究出来，时间还早啊，才41年。这个大陆技术领给了我们一堆基建啊，但是我现在比较需要的是核科技卡。如果我们能打下中美洲这些地区的话，就能再获得一个额外的科研速度 buff 啊。看来接下来必须得动手了，我们不能一直挂机了。目前来看，第三国际势力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想要打过去的话还挺麻烦的，得先找一些根据地啊，能让我们部队登陆过去。看来只能先和协约国合作一下了。为了节省点国策时间，我们就直接正当化吧，也就65天。根据我们目前的库存，我们可以玩这个机械化中坦，那就直接把这个火炮营全部改成中坦，然后步兵营的话改一部分成机械化，把装甲率拉高一点。我们这个宽度是可以保持在40左右的。现在全军10个中坦营的话还差一点装备啊，那就先去掉一个中坦好了，这样的话这个宽度正好。考虑到墨西哥山比较多，我们还是来一个游骑兵，这边点一个出来。这72个师正好把我们装备给用完了。目前这个编制应该是无敌的，随便打。没想到在等待正当化的时候，突然跳了一个实现机关主义的事件啊！这个事件可以让我们获得所有国家的吞并目标以及全球的核心。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边要花5个政治点改个名字。既然来都来了，我们就改个名字吧，叫这个泰拉全球技术领啊。我也不懂这个泰拉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关系就闹僵了呀，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卖东西给我了。看来我们这个橡胶得自己种了呀。那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先不搞了啊，先把有橡胶的地方打下来吧。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这边赶时间就直接宣战了。先把这个第三国际打掉啊。如果我们连着这个协约国一起打的话，我们就很难获得去欧洲的这些军通了。这边还是先要个军通，不然我们部队过不去。先想办法在这个欧洲打出一个立足点来啊！这边直接进攻吧。我们现在部队都是碾压级别的，光突破就有2000多啊，几乎是无伤啊，随便推。没想到打完墨西哥之后，我们还可以选择和第三国际和平啊。不过这也没必要了，因为我们的登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已经全部运到了卡萨布兰卡啊。虽然这个法国快记了，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帮他，我们只是借他登陆一下，待会儿就可以反手把这个协约国给他一起灭了，只要我们登上去就行了。这边我们抢一下制海权啊，我还是造了一点船的，不过美国原来的船消失了不少啊。这边直接出发，感觉我们这个部队就算不做海路也是能直接撞上去，不用特别担心。
他这都没人守的吗？怎么海边上没人呢？啊，那这样就随便玩了呀。打到这边我有点绷不住了，合着我这些地全是帮协约国打的呀？这怎么可能呢？那我们还是尽量全都一起打了吧。
花了点时间，总算是把协约国这几个都灭了。接下来这个南美洲就不打了，它这个地方地实在太烂了，根本打不进去啊！我们赶紧撤出来吧，坦克都要坏完了。到了这个1943年的9月份啊，突然出来了一个大胆的科学突破事件啊！难道能直接给我们原子弹吗？我们这边试试看啊，我们将会解放原子。果然啊，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核科技的加速卡，只不过这张卡有点慢啊。我还是希望给一张3倍速或者超前2年的卡。我们现在这个核弹才研究到502天啊，也快不了多少，给我们节省了大概120天时间。那我们还得到44年底才能开始扔啊。在这边挂机没怎么注意啊，我们部队都已经推到俄罗斯了，只不过这个战线有一点不好看啊，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划线进攻啊。我们把部队拉出来。蠢驴特有的 AI 乱窜啊，我都已经懒得管这些了，不想打了，个纯恶心人。反正俄罗斯灭不灭也不影响我们轰炸日本啊，那这边就打到这儿吧。可以把部队全部拉回来了，不和他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我们闲得无聊，把这个英国登一下玩玩吧。这边专门做了一个登陆部队啊，是带先头工程部队的，应该是能直接撞下来，撞一下看看啊。前线的部队就全部拉回来吧，没必要再打了，浪费时间了。主要是这个 KX 模组啊，它并没有做一些和合作政府有关的东西，导致我们没办法让俄罗斯快速投降。就算全打下来，他也不一定投，那我们不如直接回家了。我们这个登陆惩罚只有 45% 啊，几乎没有，随便上岸了。做一点点登陆师就够了，不用全家变登陆师的。这一点上岸之后，后面就随便打了呀。只不过这个海峡里面的飞机是真多啊，是时候让我们的重型战斗机大队上场了。在家训练了好久了，我也都忘了有这东西了。直接全部派过来轰炸吧。AI 的普通飞机应该是打不过我们的，我们毕竟这也是重型战斗机啊，非常贵的。一架飞机换对面30-40架应该很正常。只能说战损比也不是那么好吧。到这边总算是把第3国际给消灭了，不过这个地吃起来就非常麻烦了。考虑到我们接下来主要是为了去核弹轰炸一下日本，所以我们主要把这个离日本近的这些地全吃掉啊。还好我们全球都有核心，我们吃地要花的分非常少啊。想抢地的话还是很轻松的。那这一下的话，我们就直接吃干抹净了，这 AI 1分都没有啊，他也不会和我们抢核心。这边闲得无聊，挂机刷一会儿 AI 的飞机啊，好久没有这么玩过飞机了。飞机多起来，我们全部让这个 AI 自动控制就行。我们飞机几乎不损失的，就看对面掉飞机就完事了。这个 AI 都用的原始飞机啊，随便打。好，到了这个44年的10月份，我们的核弹总算研究出来了。现在是每5天1颗的速度，我们核反应堆造的还是太少了，感觉到现在这个俄罗斯应该要投了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日本北边部署空军基地了。不用想啊，我们依然是全吃。这个俄罗斯的枪是真多啊，有47万。好，火速把我们部队给派过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
特别好轰炸日本的基地了。好，差不多就这样了吧。现在我们也是3天1颗核弹啊，可以把每块地全部都点上。最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阿空的核弹啊，每块地都给它点上。现在40颗，慢慢点吧。一般主要炸大城市就行了，炸这些白地的话也不会跳事件。不知道这个 KX 模组里面有没有事件啊？我很少能玩到后期出核弹。而且这个核弹你炸不到对面部队，就只是炸空气了。被看到被核弹炸过一轮之后，地面上的日军全都已经是黄条不满的状态了。我们可以再炸一轮，把他们黄条彻底炸干，这样的话打起来就很轻松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登陆上了日本。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没必要一直在这儿炸了。